我是3星的讲师 Megan， 我今天来到了台南的成功大学。那位在我身后的呢，是今年年初才刚全新开幕的台南成功大学的3星体验馆。那在馆内呢，有非常完整的3星手机还有平板的品项，也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学路这边的3星体验馆，实际的体验把玩看看哦。那今天来到台南成大，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了解现代的大学生使用手机的习惯，Android比较多呢，还是 iOS 系统比较多？那今天我们就要请我们的特派员 Vicky 跟 Amber 来访问一下这些大学生，来打破大家对于 Android 系统的一些既定印象喽。就把我们的主持棒交给 Vicky 跟 Amber。你使用的第一支智慧型手机是什么品牌的 ？HTC、Sony、HTC、 OPPO、大树石、神送、三星，是3星啊，也都是 Android 系统。对对对。你现在呢 Realme、小米、三星，也是3星啊，也是3星。iPhone、苹果都是用 Apple 的。是什么契机让你从 Android 换到 iPhone？ 速度比较快，因为那时候才可能国中、国小，因为在早期其实 iOS 都是领先的啦，个人意见。你要翻个页面，它蛮顺的，它比 Android 顺畅蛮多的。系统稳定，不会卡顿。还有什么优点是让你觉得很吸引人的吗？就除了顺，好像没有了。从 Android 系统阵营转到 iOS 阵营的原因，当然不外乎就是 iOS 的操作界面，它在动画的流畅切换度上，相较于之前的 Android 系统手机是比较流畅的。但是因为现在随着萤幕更新率的提高，以及各家手机厂都逐渐重视的情况之下，其实你会发现说，现在 Android 系统的手机，它在应用程式的动画流畅切换度上，其实都有很明显的提升。我们 One UI 5.1的操作界面，只要你在你的桌面啊随意的点选一个应用程式，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说，手机操作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顺畅的。如果现在你手边刚好有一支搭载了 One UI 5.1操作系统的3星手机，你会发现3星手机其实在操作上并不逊色哦。iOS 有没有什么优点是很吸引你的？玩游戏不会很卡，我觉得它的使用者界面比较平易近人，换手机资料转换会比较快吧，因为听说 iPhone 的使用年限可以比较久。大家都用 iPhone，AirDrop 很方便，整体续航会再好一点点。隐私我觉得保密也会比较好，他们是自己一个系统。第二个就观念就是我们相较于 iOS 系统，好像在资安防护上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的好。那其实是因为以前 Android 系统的手机啊，我们在下载程式的时候，可能会遭受一些恶意攻击或是一些骇客的入侵哦。在我们3星手机上呢，我们有内建的一个装置防护的功能呢，叫做 NAS， 它可以保护你的手机免遭受于一些第三方的恶意程式或是间谍的攻击哦，去保护你的个资安全。它也会让你在使用 Samsung Wallet 做行动支付啊，甚至使用 Samsung Pass 去管理你的账号密码的时候，都可以让你在使用上可以更加的放心，因为 NAS 都会在你的手机背后默默守护你的个资安全。如果你现在手机坏掉了，还是会再继续用 Android 吗？如果它有亮眼表现的话，那我会考虑的。目前是这样，有机会的话会想尝试，就是挑 CP 值高的，可能安卓就是第一考量这样。也是继续用 Android。我会有点想，是因为我觉得传档案的时候有点麻烦。那你们在传输档案或者是在传照片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去传？像是 iPhone 的话，比较快的传输方式就是 AirDrop。对啊，有时候同学都是说，我 AirDrop 你，然后我就说，我不是 Apple。安卓可能会被排挤。我们现在有一个快速功能的分享，是一个内建的3星的一个软体。如果你今天要传照片给身边的人，不管他是什么系统，快速分享到对方的3星手机。然后如果你要传给对方，不管他是什么系统的，你按下这个功能，你可以使用连结或者是 QR code， 它会到3星的云端。那你如果这样传输的话，其实它就是原图分享，蛮方便的。对啊，你今天得到一个小知识，对，学到了，很重要哎。什么样的优点是你觉得 Apple 是看不到的？我觉得界面比较平民化。如果要跟上课的一些东西要做连接的话，其实比较容易，因为像是有些要写 App、iOS 有时候会不相容的情况。我觉得 iPhone 是有点每一代出的其实都差不多，可是安卓的就是会蛮有特色的，像是好像我看到有折叠的，那或是什么滑起来双屏幕，类似那种相机的还是什么等等的话术，好像会比 iPhone 的性能、CP 值、价格等等的会再高一点。很多东西相容性比 iOS 还要好。看完以上成大学生的专访之后啊，你有没有发现说，其实大部分成大的学生他第一支手机都是使用 Android 系统的
的手机，我们也帮大家总结了几个好用的功能，也是他们持续留在 Android 系统的优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界面自由度客制化，那包含说我们的桌面设定，甚至是像 App 的 icon 图示，其实都可以发挥跟别人不一样的巧思。这个其实就是 Android 系统非常大的优点哦。而且让这些大学生最有感的是啊，其实他们在导览列上操作可以更加的直觉哦。那我觉得我们三星手机其实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在导览列上依照你自己上一支手机的使用习惯去做调整哦。设定的显示萤幕里面，它有一个导览列，那在按钮这边呢，它可以依照你自己上一支手机使用习惯去设定要在左边或是右边。那如果你今天不是使用 Android 系统的手机，你是 iOS 的用户，想要转到三星手机，其实也不用担心哦，因为我们导览列还有一个滑动手势的选项。那滑动手势选项，它在手势操作方面就跟 iOS 系统完全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在操作上就可以更加容易上手喽。那为什么会一直停留在 Android？ 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吸引你的地方？我觉得用起来蛮顺的，使用上的习惯吧。就比较好操作，它的按键什么的都很明显，很简单易懂，自己动一下就会用。就是三星的手机，我觉得可能拍照会比 iPhone 还要好。因为我女朋友是用 Apple 的，但是我有时候用她的手机就觉得，就是有一些上一页或者是什么的，就整个用很不习惯。而且用 Apple 的很多东西，就可能电脑啊都要换，不然很麻烦。除了界面之外，有些游戏什么的，安卓的手游 iPhone 不能玩，它的那个 App Store 不支援。安卓的话就是可以无痛转过去。如果要换 iOS 系统，有些程式什么的就没有办法跟着过来这样。第二个使用 Android 系统手机的优点哦，就是我们的相容性够高。很多手游啊，它是限定区域它才可以做下载的。那你如果使用 Android 系统手机，它其实就可以透过其他的管道去下载这些区域限定的手游之外，其实如果你今天是三星的用户啊，除了在你的 Play 商店里面去下载游戏之外，大家也可以进到三星应用商店里面，它会有一些专属于新粉的一些优惠券，可以让大家去做使用哦，500块的折价券等等，或是说像一些 Line Point 的回馈，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到我们的三星应用商店里面去寻找专属于当月的一个优惠。那撇除掉游戏之外啊，其实我们在三星应用商店里面，它还有非常多的第三方应用程式去开发专属于三星用户手机的一些应用程式哦，包含说像 Lightroom， 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照片后置的软体，那它也开发给三星的用户一个专属的应用程式。这个应用程式呢，你就必须要到三星应用商店上面去做下载哦。第三个主要因素就是扩展性高。那扩展性高，其实除了我们 Android 转到下一支 Android 系统的手机上面，它可以更加完整把你旧手机的资料带到新手机之外，如果今天你是从其他家 Android 的厂牌手机想要转来三星的用户，三星有一个非常好用的 Smart Switch 的功能，可以把你旧手机的资料完整的带到新手机上面，也可以把你旧手机的排版的方式都一并的带到你的新手机上面去，让你在使用三星这支新手机的时候，可以更快速的上手哦。如果你今天不论是在工作或是课业上，你有需要把你手机的资料丢到我们的 Windows 作业系统笔电上，其实三星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连接至 Windows 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它是透过无线传输的方式，把你手机的资料直接就可以丢到你的电脑上面去，你就不需要再找传输线，再找到相对应的资料夹，这样就省去了非常多的时间。对，其实三星还有很多功能，你可以自己去摸索。它里面有一个快速结账的东西，那个我到现在都不会用。我跟你讲，我们三星学员 YouTube 上面啊，有非常多关于手机功能的介绍，你可以去看。你有空搜寻什么？三星学员，没有错。看完今天的内容，有没有打破你对 Android 系统手机的旧观念了呢？如果心动的话，赶快到全省的三星智慧馆去体验三星最新的机型哦。三星街头霸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